岁儿童哭闹不休，今天都几了，四处求医仍不见好转。打灯了，加油啊！打吊灯了，完不是就没不见效。手术是否顺利？病情能否缓解？敬请收看，他为什么咳嗽不止？每周5次，每晚6点，央视7套，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567。在湖南省平江县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个叫李平香的孩子。孩子呢，今年6岁半，已经上1年级了。小家伙学习身体都不错，虽然爷爷奶奶呢把他是看作掌上明珠，但是也没有过分的溺爱他。这一天正在外面和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李平香突然间就哭起来了，这下可把平时照顾他的奶奶急坏了。让我们赶紧去看一看。本来孩子们玩得好好的，李平香突然哭起来了。奶奶正在外面自家种的小菜地里摘点菜，好准备给孩子们做午饭。奶本来以为孩子很可能是跟小朋友吵架了，心想等一会儿就该好了。谁知李平香的哭声越来越大，而且还伴随着咳嗽。奶奶赶忙放下手里的活计，撒腿就往孩子们平时玩耍的地方跑。奶奶抱起李平香，简单的安慰了一下，孩子就不哭了。反正是没原因了。奶奶把孩子带回了家，把电视打开，给李平香放起了她最爱看的动画片，希望能让孩子高兴起来。看着孩子渐渐止住了哭声，奶奶也放下心来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平香又哭起来了，而且看着样子比昨天哭得还厉害。哭声中不但伴随着一阵阵咳嗽，而且小平香好像身体很不舒服。是不是昨天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由于太热，把大衣脱掉着凉了呢？这可是家里的独苗可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奶奶十分着急，连忙去了最近的卫生所给孩子买药。李平香吃了些药，终于不哭了。但是咳嗽可是一直没止住，奶奶的心一直没有放下。在家里干活的时候，心里也不踏实，生怕孩子是得了什么病。李平香的父母呢？他们怎么不过来照顾孩子呢？他们在深圳打工。原来小平香的父母在外地打工，由于打工挣钱不容易，一年最多也就回来一次。今年年初，他们刚回来和小平香度过了一个开心的春节。过完了春节，李平香的父母踏上了打工的火车，下次见面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父母不在家，奶奶和爷爷肩上的担子可就更重了。一个再个生。由于小平香的身体不舒服，她就更想念父母了。小平香经常看着父母的照片发呆，不管爷爷奶奶怎么逗她都不愿跟爷爷奶奶说话。你肚脐就是孩子病了。今天都几了。李平香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，咳嗽还有加重的趋势。按说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了，如果李平香得的是感冒的话，早就应该好了。可是李平香还是在不停地咳嗽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奶奶带着孩子去医院，想看看是不是孩子得了什么更严重的病。医院认为小平香得的是重感冒，给她开些药，并且打了吊瓶。奶奶看着孙子受了这么大的痛苦，连连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孩子。6岁儿童哭闹不休，今天都几了，四处求医仍不见好转。打灯了，加油啊！打吊灯了，完不是就没不见效。究竟是感冒还是其他原因？请继续收看，他为什么咳嗽不止？正在奶奶准备给孩子做饭的时候，小平香又哭起来了。这些日子给孩子看病也去了不少医院，药也吃了，吊针也打了，可是孩子怎么就不见好呢？这下可真把奶奶急坏了。自己的子女不在家，万一孩子有个3长2短，可怎么向儿女交代啊？我的地方打灯了，加油啊！打吊灯了，完不是就没不见效。
中心医院建议奶奶给孩子拍个片子。医院仍然不能确定孩子的病情，只是说孩子的肺部有一个阴影。就是照个片就是在里面有问题，不知什么问题。虽然看不懂医院拍的片子，可是医生的话，爷爷奶奶还是记得很清楚。医生说，阴影可能是气管异物，也有可能是肺结核。听到这儿，爷爷好像突然想起来了什么。那时候害怕我让妈妈是肺结核，怕有那个遗传问题。难道李萍香是被母亲传染上了肺结核吗？她的父母春节刚刚回来过，别是春节的时候给传染了吧？如果小萍香得了结核病，治疗恐怕需要一大笔费用。李萍香的家里也不算富裕，他们有这个钱给孩子看病吗？我们现在他也没见，我也没见，我们这是这样。不管小萍香得的是肺结核还是气管异物，治疗恐怕都需要一笔费用。后来我们买过一个摩托车，跟他的小孩的外婆那里家里价过了3000。为了给孩子看病，爷爷把家里唯一的摩托车卖了。治病的钱已经准备好了，小萍香又哭闹咳嗽起来了，这可该怎么办呢？那个孩子是好难。奶奶带着李萍香辗转了好几个医院，都无法治疗孩子的病，孩子反而咳嗽得越来越厉害了。不知道有什么原因、什么病情，那还是不确定。他们要求我们到长沙儿童医院去检查一次。最后，奶奶抱着一线希望，给长沙市儿童医院打了个电话。你看你自己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呗？哎，嘴巴稍微张开，来张一下好，哎，轻轻的张一下，好吧？哎。在简单的检查之后，医生的一席话让爷爷奶奶更紧张了。这个高密度人肯定是，要么就是异物，还有一个就有可能结核。但是小孩他的病史比较短，他只有20几天，并且以前没有很明显的结核表现，也没有什么晚上盗汗呐、发烧啊，或者是心情消瘦的情况啊。所以当时我们认为这一结核的可能性不是太大。可是这怎么可能呢？爷爷奶奶天天带着小萍香，平时也很注意孩子的饮食，怎么可能是气管中卡的异物呢？爷爷也在紧张地和孩子的父母联系，希望他们能回来看看孙子。可是小萍香的父母打工挣的钱确实不够，回来的车票很贵，他们又不知道小萍香治病要花多少钱。权衡之下，父母还是决定把钱留给孩子治病。有年给我们生活费就是2400。医生建议奶奶把孩子送到医院做检查。由于担心奶奶带着孩子长途跋涉会有危险，他们准备把孩子接走。经过医院的详细检查，医生们发现李萍香的右侧肺部支气管确实有一个阴影，影响了小萍香呼吸，而这也正是孩子不停咳嗽的原因。这个阴影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医生们应该如何治疗呢？专家们特意组织了研讨，希望能够尽量确定李萍香的病情，以便做进一步诊治。这个白色的，因为它这个异物，特别是植物性的异物，在气管里面不断的刺激，气管内还会有大量的炎性分泌。后面反复的小孩的爷爷奶奶，因为这个小孩一直他爷爷奶奶带，但是爷爷奶奶一直小孩没呛过东西，很明确的跟我们反映异物呛于死，并且小孩他自己说也没吃过什么东西呛过，当时我们就心里有埋了底了。专家们认为是气管卡入了异物，可孩子和爷爷奶奶却都认为不是异物。那会是什么东西卡住了小萍香的气管呢？医生们又会如何治疗这个孩子呢？然后他们口头集体讨论，因为还是有必要做个支气管镜检，来明确一下。支气管镜检查以后呢，我们是一个诊断治疗性的检查，既可诊断也可以拿出来发现。这个发现有异物我们取出来，没异物我们看里面是什么。李萍香被推进了手术室，她的病能治好吗？经过医生们的会诊，现在已经能够确定李萍香支气管中的阴影所在的位置了。他们能迅速把异物取出来吗？卡在李萍香气管中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难道真的像医生所说的是一个气管异物吗？奶奶在手术室的外面非常担心，生怕自己的孩子出什么危险。手术还在进行着，深入支气管镜之后，医生们也基本看到了异物的位置和形状。然而，正在这个时候，手术突然停了下来，医生也把支气管镜从小萍香的嘴里取了出来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难道小萍香遇到什么危险了吗？这个手术一般是，静脉复合麻醉，全部把这个呼吸，打断，就是他让他把他呼吸通过呼吸机维持工作。那这个情况下，孩子支气管比较细啊，比较那个氧储备量不够，容易发生一些血氧饱和度下降的现象。还要把管子拿出来，重新面罩给氧和插管给氧，使他血氧饱和度上升以后啊，我们再进行第二次手术。手术暂停后，医生给李萍香输送了更多的氧气，以保证下面的手术顺利进行。小萍香的病能治好吗？到底是什么东西卡住了她的气管呢？小萍香的手术正在进行着，看着这个平时生龙活虎的孩子，现在静静地躺在病床上，我的心里也是跟着揪了起来。现在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贝，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家长愿意自己的孩子受这么大的痛苦。孩子还小，他不懂得太多的事情，这就要求家长要时时刻刻地关注孩子的活动，千万别让自己的一时疏忽给孩子带来一生的痛苦。李萍香的手术到底进行得如何呢？卡住气管让他不停咳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？6岁儿童哭闹不休，今天都急了，四处求医仍不见好转。要么就是异物，还有一个就有可能结核。手术是否顺利？病情能否缓解？请继续收看他为什么咳嗽不止。看着小萍香被推进了手术室，奶奶紧张焦急的心情不言而喻。要跑是弟兄的干的事。就在小萍香住的病房里，有一个叫饶秋林的孩子，他来自湖南省株洲市延陵县水口镇自源村，平时是他的外公照顾他。这天，外公来接饶秋林下课，走在路上，孩子突然就咳嗽起来，还伴随着喷嚏。他就边走就把他口哨就从这里放这里吹，一吹都还没有吹小就吹进去了，一吸气就进去了。幸亏爷爷还记得当时的情况，不过毕竟口哨的形状是不规则的，构造简单的支气管镜能迅速把口哨夹出来吗？几分钟后，我们已经能够透过安装在支气管镜前方的摄像头看到口哨了。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口哨的样子。很快，饶秋林不小心吞下去的口哨已经被医生取出来了。看，这就是罪魁祸首。在湖南省武冈市水涧坪乡水涧坪村，有一个叫杰杰的孩子。突然之间，他开始不停地哭闹，奶奶急坏了，带着他到卫生所和县医院看病。几天之后，杰杰不但不见好转，咳嗽和哭闹反而越来越严重了。经过医院反复检查，医生发现杰杰的气管中有一个阴影。由于无法判断阴影的性质，医生决定对杰杰进行手术。医生们通过支气管镜很快发现并取出了卡在杰杰气管里的异物。原来卡住杰杰气管的竟然是一块花生。2006年4月，一场手术正在紧张地进行着，被紧急送往医院的孩子突然就没有呼吸和心跳了。经过医院工作人员的努力，卡住孩子气管的异物终于被取出了。这个差点要了孩子命的东西，竟然是一片葡萄皮。应该说，李萍香的病情和上面几个病例的病情很像，都是连续的哭闹和咳嗽，甚至治疗的遭遇也很相像。开始时，医生都认为是感冒，经过治疗不但不见好，病情反而有所加重。李萍香气管中的异物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她吃花生不小心卡住了，还是吸入了一个口哨？
会是什么东西卡住了小萍香的气管呢？据湖南省儿童医院的统计，3年里，他们共做了1500多个异物卡喉的手术。在这么多的手术病例中，最容易卡住孩子喉咙的是什么东西呢？花生啊、瓜子啊、板栗啊、豆子这些。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手术，医生终于取出了卡在李萍香气管中的异物。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李萍香咳嗽得这么厉害呢？是不是像我们猜测的一样，是小萍香在吃花生的时候不注意，卡住了她的气管呢？当时考虑有可能是骨头，还有一个有可能是咳嗽，因为像这么大的小孩，卡咳嗽的几率也比较大。但是夹出来以后，我们一看，结果发现是一个门牙，很少见，也特别是小孩在不知的情况下掉在气管的情况很少见。卡住李萍香的支气管，并导致她一直不停咳嗽的异物，竟然是一颗牙。小萍香气管中的异物终于被医生取出了，她又能顺畅地呼吸了。孩子大概是几岁换牙？家长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？换牙又是怎么开始的呢？为了提醒家长避免自己的孩子出现相同的状况，我们采访了北京口腔医院的专家。一般呢，小孩是从6岁到12岁开始换牙，一般的是从门牙从前面往后面换。如果孩子的牙已经很松了，我们又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如何避免让自己的孩子出现小萍香的情况呢？当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牙快换了，已经很松了，这个时候呢，家长应该告诉这个小孩不要拿手去拽去，应该带着小孩呢到医院里给他拔了，这样比较好一点。如果我们的孩子误服了一些容易卡住的小食品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嘱咐家长的是，第一个呢，孩子吃东西不要吃容易呛的东西，花生、瓜子最多了。这个吃的时候不要惹他，逗他哭啊，逗他笑这些啊，不要到处跑啊，防止摔倒这样。第二个，一旦孩子口里面含了容易呛的东西的话，我们要好心相劝啊，先哄他把它吐出来。看到小萍香又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了，我们悬着的一颗心啊也终于放了下来。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还要特别提醒一下观众朋友，首先呢，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孩子，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。那么如果确实遇到类似情况，也千万不要大意，要及时的送孩子去医院，不要延误了病情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，记录真实，服务民生。每周1至周5的18点05分，我们都会和您相约在这里。宁静的山村里来了个什么不速之客？这是个猕猴，是个狗。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引起这么多人的围观？但是最难的工作就是疏散群众。这野兽会伤及毫无防备的村民吗？敬请关注《猛兽进村》。